和发小一起出钱买彩票，中了500万。结果在开奖的当天晚上，发小却只丢给我4块钱。我看着地上的那几块钱，二话没说把钱捡起来装进兜里。他以为我傻，他以为我会哭着求他多分我一点，会继续给他当垫背的穷兄弟。令他没想到的是，我付钱的时候偷偷的打了50张彩票，中了2个亿。3分钟前，在这个彩票站里，号码是他蹲在墙角，拿笔在一张破报纸上算了3个钟头写出来的。付钱的时候，他说他的微信限额了，让我扫个码。当时我还笑着说中了就1人1半。他说废话，好兄弟肯定是有福同享。结果现在开奖了，6个红球，1个篮球，跟电视屏幕上的号码一模一样，中了1等奖500万。结果他却说500万里头我只能拿4块，而他自己拿4999996元。这就是他说的有福同享。我笑着走到柜台前，把地上的4个硬币一个一个捡起来。吴雄大概没想到我这么痛快。胡浪，你别瞎想，这运气是我的，脑子也是我的。你拿多了钱守不住，拿着这4块钱买瓶可乐，就当买个教训，以后别总想着天上掉馅饼。他的语气就像是在施舍，不光吞了该归我的那一半，还要站在道德高台上踩我一脚。我连看都没再看他，转身出了彩票站的门。我不吵不闹，不是因为我肚量大，更不是因为我骨头软，而是因为就在停售前的最后30秒，当吴雄挤到最前头去占位子看电视直播的时候，我瞅着那组号码，心里头突然冒出一股强烈的直觉。我留在了柜台前，掏出一张100块的红钞票，压在玻璃上。令他没想到的是，我付钱的时候偷偷的打了50张彩票，中了2个亿。此刻这张彩票就静静躺在我贴身内衣口袋里，隔着布料，我能感觉到它轻轻的摩擦，那是2亿5千万的分量。这时候手机响了，胡浪，房租该交了，再不交就卷铺盖走人。我和吴雄合租在一个不到40平米的老破小里，每个月一人摊800块房租。回过头，我站在彩票店外，透过脏兮兮的玻璃门，看到了里头的吴雄，周围围满了看热闹和眼红的彩票。他觉得自己改写了命运，他觉得自己跨了阶层。我在心里头冷笑：吴雄，你以为我是傻子？你以为我会为了那税后剩下的几百万跟你撕破脸，甚至去打官司？你等着，这500万你慢慢花，等花光了，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云泥之别。我没有回那个憋屈的出租屋，我怕回去看到吴雄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我会忍不住笑出声。我找了个快捷酒店，开了一间100块的标间，晚上躺在有点发硬的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口袋里的那些彩票像一块烧红的铁，烙着我的胸口。我没有去查交完税能拿多少，因为这些我早就烂熟于心。按20%的偶然所得税，2亿5千万，扣掉5000万的税，我能拿到手的是整整2亿。这是一个普通人从猴年马月开始打工都挣不到的天文数字。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戴上口罩和鸭舌帽，打了一辆车直奔高铁站。因为奖金超过了市级彩票中心的兑付上限，我必须去省福彩中心。一路上我的手机不停在震动，全是吴雄发来的微信。别那么小气嘛，我当邻居队长，请你吃3线大饼。对了，那个破出租屋老子不租了，里头的破烂你帮我扔了吧，老子现在是有钱人了，无住狗窝了。字里行间全是一夜暴富之后的张狂和迫不及待想要踩我一脚的优越感。我看着屏幕没回复，直接开了消息免打扰。2小时后，我站在了省福彩中心的大楼前，我被请进了一间装修考究的会客室，工作人员是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主任，态度恭敬的让人有点不适应。吴先生，请您出示一下中奖彩票和证件信息。我从贴身的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抽出彩票，递了过去。主任双手接过，放在验票机上扫描，机器发出一声清脆的提示音，屏幕上跳出了一长串的数字。胡先生，您有50张，都中了1等奖，总奖金2亿，落手的现金为2亿，可以办手续了吗？我的平静好像让主任更加震惊，他可能见过无数个中了大奖后哭得稀里哗啦，甚至激动得晕过去的彩民，但他绝对没见过面对2亿巨款还能连眼皮都不眨一下的年轻人。当然，请您稍等，流程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在等待的时间里，我打开了手机，朋友圈里已经被吴雄刷屏了。第一条动态是一张打了厚马赛克的兑奖支票，配文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老天爷还是长眼的，属于我的富贵终于来了。第二条动态是一张他把离职文件拍在主管办公桌上的照片，配文是去他喵的打卡，去他喵的加班，老子从今天起再也不看任何人的脸色。第3条则是一张偷拍我的照片，照片里我正蹲在出租屋的阳台上吃泡面，背影显得有点寒酸。配文是有些人啊，就是天生的穷命，连4块钱都要计较，活该一辈子吃泡面。这条朋友圈他特意没有屏蔽任何人，我看着他这条故意发给所有人看，用来衬托他光辉形象的朋友圈，忍不住笑出了声。胡先生，您笑什么？没什么，看到一个小丑在跳舞。我接过签字笔，在厚厚的兑奖协议上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名字。10分钟后，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我看着银行余额那一长串的0，默默把手机揣进兜里。外面的阳光很刺眼，
我的新人生开始了。离开福彩中心后，我没有回那个破旧的城市，我在省会最繁华的 CBD 中心，直接长租了洲际酒店的一间总统套房，一天8800的房费。刷卡的时候，我的手连一丝停顿都没有。洗了个热水澡，换上一身在楼下奢侈品店随手买的高级定制西装，我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视着脚下车水马龙的城市，一种掌控一切的权力感从心底升起。这才是资本的力量。接下来的1个星期，我没有急着去报复吴雄，因为我知道对付那种眼皮子浅的暴发户，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自己先膨胀到极点，然后再一脚把他踩进深渊。我开始在猎头公司发布高薪招聘信息，我的套房变成了临时的面试间。我要组建一个最顶级的商业团队，为我接下来的报复资本做准备。而在这1周里，吴雄的疯狂作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好像要把这辈子受过的穷、吃过的苦，全都在这几天里发泄出来。我的手机里每天都能收到他发来的炫耀信息。星期二他发来一张方向盘的照片，金色的盾牌车标，保时捷帕拉梅拉。胡浪，看到了没？全款落地180万，这就是真皮座椅的味儿，你这辈子估计都闻不到。早知道你这么可怜，那天我就该大方点，多施舍你几百块钱的。星期四他又发来一张手腕的特写，一块绿水鬼劳力士，旁边还挽着一条涂着大红色指甲油的胳膊。绿水节18万，这妞是个小网红，以前看都不看我一眼，现在天天黏着我，叫熊哥。钱真是个好东西，可惜啊，这富贵命你强求不来。看着这些充满了低级趣味和暴发户气息的信息，我甚至觉得有点无聊。税后400万，买辆车180万，买块表18万，再加上各种挥霍，才短短几天，他的本金就已经缩水了一半。他以为自己跨了阶层，成了人上人，其实在真正的有钱人眼里，他这种没有底蕴，只会疯狂消费的暴发户，就是最完美的韭菜。胡总，您看这份商业并购计划书，说一下具体的情况。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已经对本市城东的新汇商业街进行了全面的资产并购。目前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急着脱手。如果我们全资收购，打包价大概在8000万左右。我翻开计划书，目光在几张商铺的实景照片上停留。那可是我们那个地级市目前最繁华、人流量最大的黄金地段。不错，不用跟他们扯皮。告诉开发商，我出9000万，条件是3天内走完所有过户手续。明白，胡总，我立刻去办。还有，这间商铺给我空出来，不管谁来租，没有我的允许都不准放出去。好的，胡总。陈景航退了出去，偌大的总统套房里再次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我的手机屏幕亮了，又是吴雄发来的微信，这一次是一个群发邀请。各位老乡兄弟们，本周末晚上8点，我在皇朝国际酒店摆了2桌，庆祝兄弟我喜提爱车，大家务必赏光。今晚全场的消费由我买单。紧接着他又单独给我发了一条私信，胡浪，群里我都通知了，你也来沾沾喜气呗。放心，不让你随份子，平时看你吃泡面我都心疼的。别不好意思，就当是来见见世面。字字句句都透着一股迫不及待想要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恶心劲。他太需要一个对比了，没有我这个曾经的合租室友做垫背，他怎么能显出他现在的伟大？我看着手机，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既然你这么想搭台唱戏，那我就去给你捧个场，顺便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世面。周末晚上8点，我推开帝王厅包厢那扇沉重的大门，巨大的水晶吊灯下摆着一张能坐20人的大圆桌，坐满了我们那些平时在工厂、在工地打工的老乡。吴雄坐在主桌的正中央，那是绝对的 C 位，旁边紧紧贴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正是他朋友圈里那个叫柳如烟的拜金女。哎呦，说曹操曹操到，咱们的胡大圣人来了，大家快看看，这就是那个花了4块钱就想分我250万的好兄弟。胡浪，你今天这身西装在哪儿租的呀？挺合身啊，一天得200块吧？包厢里顿时爆发出哄堂大笑。那些老乡以前也都是穷苦出身，但现在面对浑身散发着暴发户金钱气味的吴雄，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附和。胡浪，你那事儿办的确实不地道，熊哥算出来的号，你凭什么分钱啊？就是，熊哥今天请客一桌上万块呢，你赶紧给熊哥敬杯酒道个歉。酒就不敬了，我今天是来吃饭的。吴雄的脸色变了一下，似乎对我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极为不满。行，有骨气。上菜，挑贵的上，什么澳洲龙虾、帝王蟹、鱼翅、鲍鱼，全都给我端上来。今天让咱们的穷兄弟开开眼。菜很快上齐了，吴雄在饭桌上口沫横飞，疯狂地吹嘘着他提保时捷的经过，吹嘘着他昨天在夜店一晚上消费了3万块。那些老乡听得眼睛发绿，一个个端着酒杯排着队去给他敬酒，一口一个熊哥叫得无比亲热。酒过3巡，吴雄的虚荣心膨胀到了极点，他搂着柳如烟的腰，摇摇晃晃地走到我面前。好吃吗？这种极品鲍鱼，你以前吃泡面的时候
做梦都梦不到吧？还行，火候差了点。这菜品的品质，跟我这几天在洲际酒店总统套房里吃的特供极品相比，确实像是在嚼橡胶。装，你就接着装。胡了，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老子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我那辆车，你这辈子都买不起一个轮胎。我看在咱们老乡一场的份上，给你指条明路，把这钱拿上，从明天起辞了你那个破工作，来给我当专职司机。你以前不是老嫌我脚臭，不给我洗袜子吗？以后你不仅要给我开车，还要每天给我把皮鞋擦得锃亮。这2万块就是你这个月的工资，怎么样？熊哥，你对他太好了吧？2万块雇个废物司机啊！老乡们也都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我，有嫉妒我能拿2万块的，也有等着看我笑话的。在他们看来，2万块的诱惑足以买断一个穷光蛋的全部尊严。我静静地看着桌上那2万块钱，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我银行卡账户里那21042块的余额。这2万块，甚至连我银行卡里一天的活期利息都不够。我笑得无比真诚，无比灿烂。我伸出修长的手指，按住那2万块钱，在吴雄期待和得意的目光中，一点一点推回到他面前。熊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那种豪车我还真不太习惯开。这钱你留着吧，给嫂子多买几瓶好点的香水。这劣质香精味熏得我头疼。祝你前程似锦，年年有今日。说完，我转身迈着从容不迫的步伐，推开包厢的大门，走进了酒店金碧辉煌的走廊。身后传来吴雄气急败坏的咆哮声，伴随着酒杯砸碎的声音。我走出了酒店，冷风吹过，我觉得空气无比清新。大戏的序幕已经拉开，吴雄，尽情的狂欢吧，因为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3个月后，洲际酒店总统套房，我坐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听着陈景航的汇报。胡总，这是您让我重点关注的吴雄的近况。这个吴雄简直就是教科书式的暴发户作死案例。3个月前，他税后到手400万，全款买车花了180万，买表买奢侈品花了大概40万。他还在各种娱乐场所充大哥，每天消费都在几万上下。不仅如此，吴先生还喜欢在那些老乡面前装大，动不动就借钱出去。那些所谓的兄弟借了钱根本就没打算还。根据我们联系的银行内部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他目前的账户余额已经不足150万了。由奢入俭难，钱缩水了，他开始急了吧？是的，非常急。他现在开着跑车，身边带着年轻女子，每个月的固定开销至少在10万以上。照这个速度，他撑不到明年春天。所以他最近迫切的想创业，想要用钱生钱来维持他大老板的人设。哦，他打算干什么？开饭店。他看中了城东新会商业街的一间3层连体商铺，他觉得现在的高端餐饮很赚钱，准备在那儿开一家极度奢华的顶级海鲜私家菜馆。巧的是，那间商铺正是您3个月前吩咐我无论如何都要空出来的那一间。他签合同了吗？还没有。我们暴富资本对整条商业街的收购案，今天下午刚好走完所有法务程序。记住，让物业经理出面，绝对不能暴露投资资本背后的老板是我。明白。与此同时，在城市另一端的某家高档咖啡厅里，吴雄正满头大汗地拿着计算器在那算账。坐在他对面的柳如烟正不耐烦地摆弄着刚做好的美甲。熊哥，你到底行不行啊？这商铺的租金1年就要80万，加上押1付3，光租房子就要交100多万。你懂什么？妇人之见，见识短。吴雄不耐烦地吼了一句，但眼神里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慌乱。他卡里确实只剩下不到150万了，交完房租，他连买块好点的瓷砖的钱都没有了。但是牛皮已经吹出去了。昨天晚上，他刚在老乡群里发了大红包，信誓旦旦地宣布自己即将进军高端餐饮界，要开全城最豪华的海鲜酒楼。那些老乡一个个都在群里吹捧他，叫他熊董。这要是突然不干了，他那脆弱的虚荣心比杀了他还难受。这地段是全城最好的，只要开起来，一天流水几十万，1个月就能回本。老子有的是钱，不就是豪华装修吗？找个装修队全给我往金碧辉煌里装，柱子全给我刷成金色的，灯全用最大的水晶吊灯，一定要让人一进来就觉得老子有钱。看着吴雄那副疯狂的样子，柳如烟翻了个白眼，没有再说话。第二天上午，吴雄带着一张银行卡，趾高气昂地走进了新会商业街的物业管理处。他毫不犹豫地在商铺租赁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着 POS 机滴的一声，100多万的现金直接刷进了暴富商业地产的对公账户里。吴雄看着卡里仅剩的30万余额，心里有些发虚。但他走出物业办公室，看着那间属于自己的巨大商铺，看着玻璃门上印出自己开着保时捷的倒影，他又觉得一切都值了。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头顶的监控摄像头后面，
我正坐在总统套房里喝着红酒，看着他这副自掘坟墓的蠢样。吴雄是个极度好面子，而且审美极其庸俗的人。他那家叫尊享海鲜阁的海鲜私房菜，装修工程搞得轰轰烈烈。为了追求他所谓的帝王般的奢华，他不仅把承重墙外的立柱全都包上了劣质的土豪金反光板，还从网上订购了10几盏巨大又廉价的防水晶塑料吊灯。整个1楼大厅被他搞得像个80年代的暴发户洗浴中心。然而这种没有任何底蕴的乱砸钱，很快就让他尝到了苦头。30万的尾款，在昂贵的建材人工和各种乱七八糟的花项面前，连个水花都没打起来就没了。装修队因为拿不到进度款，直接停工把大门给锁了。吴雄彻底急了，再过半个月就要开业了，他现在连请厨师、买桌椅和进货买海鲜的钱都没有了。他想过找那些平时称兄道弟的老乡借钱，电话打过去，那些人不是说家里盖房子，就是说老婆管得严，一个子都没借给他。他终于明白，那些围着他转的人图的只是他的钱，根本不是他这个人。就在吴雄走投无路，甚至想去借高利贷的时候，柳如烟给他出了个好主意。雄哥，你是不是傻呀？你有固定资产啊，这车是你全款买的吧？品房吗？你把这些拿去银行抵押开砍啊，正规银行利息低，以你的资产贷个300-500万绝对没问题。等饭店开业了，生意火爆，1-2个月就把贷款还上了，这叫用银行的钱赚咱们的利润。吴雄一听眼睛瞬间亮了，我怎么没想到这个绝妙！开业带二老去城里享幸福的谎话。1周后，吴雄坐在本地一家商业银行的信贷部里，爽快地在厚厚的抵押贷款合同上按下了红手印。保时捷帕拉梅拉加上老家那套房产，银行评估后给了他整整300万的贷款。当手机短信提示300万到账的那一刻，吴雄觉得自己的腰杆子又硬了起来。他不仅结清了装修尾款，还花重金在网上铺天盖地的打广告，请了10几个穿着暴露的迎宾小姐，号称要打造本市最顶级的海鲜盛宴。他甚至嚣张地给我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胡浪，明天中午12点，城东新会商业街，老子的尊享海鲜阁盛大开业。别说哥不照顾你，来看看门面，哥赏你一碗鱼翅漱漱口。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这条短信，正坐在前往暴富地产总部的劳斯莱斯后座上，车子平稳地停在了暴富大厦的门口。陈景航带着10几个高管，已经恭敬地等候在红毯两侧。胡总，新会商业街的所有产权交割手续已经全部彻底完成，从这一刻起，那条街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合法属于您个人名下的暴富商业地产。我们在吴雄正对面的那个商铺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切就绪，胡总。那是一间比吴雄那里大3倍的顶级双层铺面，内部装修是由国际顶尖设计团队连夜赶工完成的，低调奢华，用的全是真材实料。米其林3星主厨已经带队入住，澳洲野生大龙虾、俄罗斯帝王蟹、日本神皇和牛，今晚全部通过我们的专机冷链空运到库。明天中午12点，吴雄开业的同一时间，我们的暴富私宴也开业。不搞那些低俗的网红营销，直接在全城的高端圈子里放出消息，凭我的名片或者资产证明入场。开业首月，全场顶级海鲜不限量，打2折。陈景航倒吸了一口凉气。吴雄以为自己靠着抵押贷款搞来的300万就能撬动高端餐饮的杠杆，他根本不知道，在他引以为傲的那个戏台上，连他脚下踩着的地板都是我的。明天我会让他亲眼看着，他那用虚荣和贷款堆积起来的暴发户美梦是怎么碎得一干二净的，是如何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被一寸一寸碾成灰烬的。8月18日，城东新会商业街的中心广场被震天响的锣鼓声彻底淹没。吴雄给他的饭店取名叫尊享顶尊海鲜阁，为了这天，他把能借的钱全砸了进去。大门外铺了整整50米的红地毯，2排穿着大红旗袍的高挑礼仪小姐冻得瑟瑟发抖，却还得强颜欢笑。雄哥，今天这排场也太绝了！你看，连咱们市里那几个头有脸的老板你都请来了。那当然，也不看看你雄哥现在是什么身价。今天只要把这第一炮打响，以后咱们这就是全市富豪的定点食堂。他站在大玻璃门后，仿佛已经看到了无数钞票排着队涌进他的口袋。就在他准备让人点燃那挂价值8万8千的特制鞭炮时，正对面紧紧隔着一条12米宽的步行街，那栋被巨大黑色幕布遮挡了整整半个月，面积足有3层楼高的巨大商铺突然有了动静。没有震耳欲聋的锣鼓，没有俗不可耐的红地毯，伴随着几声低沉而庄重的礼炮声，那块巨大的黑色幕布像丝绸一样丝滑地坠落。吴雄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心里隐隐升起一股极其不祥的预感。对面什么时候冒出来这么一家店？就在这时，商业街的路口突然驶来了一支车队，没有一辆低于300万的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暴富私宴的门口。一个个衣着西装，平时只在本地财经新闻里露面的真正大老板，在戴着白手套的泊车员的引导下，微笑着走进了那扇低调的大门。
吴雄定睛一看，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那里面居然还有他花重金托关系，想请却连面都没见上的几位本地商会大佬。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彻底击碎了他的心理防线。对面的巨型 LED 屏幕上，静静地亮起了一行字：报复私宴，今日试营业，不设包厢费，不收服务费，全场澳洲活鲜、俄罗斯帝王蟹、日本神户和牛，首月回馈无门槛，2折。2折这2个字像2把大锤，狠狠砸在了吴雄的后脑勺上。海鲜餐饮的成本极高，尤其是空运的顶级活鲜，就算是成本价，也不可能做到2折。对面这根本就不是在做生意，这是在烧钱，是在把成百上千万的现金直接扔进火炉里烧。路上的行人，那些原本被吴雄这边打折活动吸引过来的食客，一看到对面的招牌和疯狂的折扣，瞬间像潮水一样涌向了报复私宴。对面门庭若市，豪车云集，身穿燕尾服的服务生忙得脚不沾地。而吴雄的尊享顶尊海鲜阁，只有2排穿着红旗袍的迎宾小姐在冷风中尴尬地站着。整整1个中午，吴雄的饭店里连一只苍蝇都没飞进来，而我坐在报复大厦顶层的办公室里，看着大屏幕上无人机传回来的实时监控画面，端起桌上的红酒，轻轻抿了一口。吴雄，这才第1天，半个月后，尊享顶尊海鲜阁的鱼缸里已经开始飘死鱼了。吴雄的眼睛熬得通红，对面的报复私宴每天爆满，连预约都已经排到了下个月。那些食客宁愿在对面排队等位，也不愿踏进他店门一步。他现在每天一睁眼就是1万块的房租，加上服务员后厨的工资、水电费，半个月下来，他账上的现金流已经被抽干了1大半。更要命的是，银行信贷部的电话开始像催命符一样打过来，提醒他下个月的巨额还款日就要到了。柳如烟，你那儿还有多少钱？先拿出来给我顶一顶。熊哥，你开什么玩笑呢？我那点零花钱连买个包都不够。再说了，当初是你自己说要养我的，现在你管我要钱。你这破店要是实在开不下去，赶紧趁早关门算了，省得最后把那辆保时捷也给搭进去。你放屁！老子的字典里就没有认输这2个字。吴雄的虚荣心绝不允许他破产，既然正面拼不过，那就只能走邪道。当天晚上，吴雄把饭店里那个月薪2万的主厨叫进了办公室，直接当场辞退。这生意都让你做黄了，明天不用来了。吴老板，对面用的是什么货？你用的是什么东西？你让我拿养殖的草虾去跟人家种的澳洲龙虾拼口味，你自己作死，别赖我手艺不行。赶走厨师长后，吴雄连夜开着车钻进了城乡结合部常年散发着腥臭味的黑市批发市场。老板，要便宜货是吧？这些东西怎么卖？活海鲜100，死海鲜10块1斤。只要你在后厨多加点重口味的香精和辣椒，做成香辣蟹水煮鱼，一般人的舌头根本吃不出来。行，给我装一车。还有，你这儿有没有那种搞仿的飞天白酒？有啊，150一瓶，包装跟真的一模一样，扫码也能扫出来，就是喝了容易头疼。那一晚，吴雄拉着满满一车令人作呕的劣质食材和假酒，从饭店的后门偷偷运进了库房。他以为自己找到了绝妙的破局之法，用极低的成本搞个所谓的骨折价促销，只要能把散客忽悠进来，卖1单就能赚1单的钱，先把贷款利息兑付过去再说。但他不知道的是，新会商业街的所有物业监控，包括他后门的那个高清摄像头，全都直接连着我的总裁办公室。我坐在皮椅上，看着监控屏幕里，吴雄像做贼一样把那些发臭的死鱼死虾搬进后厨。我没有丝毫愤怒，反而觉得无比悲哀和可笑。一个被500万砸晕了头的人，为了填补自己亲手挖下的欲望沟壑，最后连做人最基本的底线都扔了。我拿起桌上的座机，按下免提，拨通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举报专线。我是一名热心市民，我要实名举报城东新会商业街16号商铺尊享海鲜阁，他们涉嫌购入变质腐败的死海鲜，并大批量销售假冒伪劣的高档白酒，证据确凿。所有的进货录像和黑市交易流水，我已经发到了贵局的公开举报邮箱。挂断电话，我走到落地窗前，天空阴沉沉的，好像要下暴雨了。次日中午，吴雄强撑着笑脸，在大门口拉起了一条全场特价、真情回馈的横幅。也许是因为对面的报复私宴实在排不上队，还真有零星几桌图便宜的散客被横幅忽悠进了吴雄的店里。2楼的卡座里，4个穿着花衬衫的社会大哥正对着桌上一盘端上来的香辣帝王蟹大快朵。大哥，你这酒味道不对啊，怎么辣嗓子？而且这螃蟹肉都是面的，一股子馊水味儿。几位大哥，这可是我刚进的真酒，这海鲜也是早上刚打捞的，可能是后厨今天辣椒放多了，要不我给各位打个8折。打你个鬼的折！拿假酒和臭鱼烂虾糊弄老子！就在大厅里乱成一团，吴雄吓得快要下跪的时候，几个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板着脸大步走了进来。接到群众实名举报，
这家店涉嫌严重违法经营食品。一组封锁现场，2组去后厨查验食材，3组去库房核对进货单。听到这话，吴雄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大理石地面上。完了，这是他脑子里唯一的念头。不到10分钟，执法人员从库房里搬出了整整20箱高仿假酒，后厨里那些散发着恶臭的死海鲜，更是被当众查获。那几位食客当场捂着肚子干呕起来，性质极其恶劣，影响极坏。现在依法对你们门店进行查封停业，罚款50万。由于涉嫌销售假冒伪劣，金额巨大，法人立刻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2条交叉的封条贴在了尊享鼎尊海鲜阁气派的大玻璃门上，但属于吴雄的噩梦才刚刚拉开序幕。就在吴雄准备被带上执法车的时候，一辆黑色的奔驰商务车停在了路边。陈景航穿着笔挺的西装从车上走了下来。吴雄先生是吧？我是暴富商业地产的法务总监，代表你的大房东，正式向你递交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你干什么？我已经交了1整年的房租和押金，你们凭什么解约？请你在3日内搬离此地，否则我们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根据合同约定，承租人在租赁期间，若因违法经营受到行政处罚，导致本商业街整体声誉损缓，出租方有处于无条件单方面解除。限你3天内把你那些破铜烂铁搬动，否则我们有权强制清理。一直躲在角落里看戏的柳如烟见势不妙，走上前来，直接从包里掏出一把车钥匙扔在地上。吴雄，既然你破产了，那咱们也就没关系了。你那破保时捷还给你，老娘不陪你玩了。仅仅1个下午，他的饭店没了，钱没了，女人也跑了。因为违法经营，他立刻上了失信人黑名单。银行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了强制保全，直接拖走了他那辆还没开热乎的保时捷，并且查封了他老家父母住的那套房子。400万的彩票奖金加300万的贷款，被他挥霍得干干净净，还倒欠银行将近200万。吴雄被押上执法车时，看着对面依然灯火辉煌、豪车出入的报复私宴，再看看自己那贴着白色封条的尊享鼎尊海鲜阁，直到这一刻，他都不明白自己到底惹到了哪路神仙，会被这种降维打击，活活碾死在街头。城中村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发霉味和廉价泡面的酸臭味。我知道你在家。你那300万的贷款已经严重逾期。房子车子虽然拍卖了，但扣除折旧和违约金，你还倒欠180万。赶紧把钱还上！吴雄用发黄的被子死死捂住脑袋，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自从尊享鼎尊海鲜阁被查封后，他的世界就彻底崩塌了。因为上了失信人黑名单，他不但连高铁都坐不了，甚至连去正规工厂打工都没人敢要。那些催收外包公司也一样死死盯着他。他现在连出门捡垃圾都要时刻提防着被人认出来。门外的砸门声持续了半个小时，终于伴随着几句恶毒的咒骂声渐渐远去。吴雄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床上。他饿极了，自从3天前吃完最后1包方便面，他已经连喝了3天的自来水。他哆嗦着摸出屏幕碎成蜘蛛网的手机，想看看能不能在网上找个日结的黑工糊口。然而刚打开浏览器，一条本地的财经推送新闻刺痛了他的眼睛。报复商业地产再度出手，神秘年轻董事长斥资3亿拿下城南新地标。新闻配图里是一栋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正是暴富集团的总部。看着暴富这2个字，吴雄的眼睛瞬间红了。他四处打听过了，当初买下整条新会商业街，开对门饭店，把他逼上绝路的大房东，就是这家暴富集团的董事长。听说这位神秘的大佬极其年轻，手眼通天，资产深不可测。看着新闻上那座辉煌的大厦，吴雄的肚子里一阵绞痛。他知道再这么躲下去，他不是病死就是饿死。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这位大老板能动手指就捏死他，那只要大老板肯高抬贵手，他就能活下去。想到这里，吴雄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外面的雨下得很大，吴雄走了20公里，终于来到暴富集团楼下。大厦门前几名身材魁梧、穿着笔挺制服的保安正站在门口。站住！干什么呢？大哥，我找你们董事长。找我们董事长？你有预约吗？去！哪来的叫花子？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别弄脏了我们的地毯！吴雄彻底崩溃了，再也顾不上什么脸面了，哭嚎起来：求大老板给我一条活路吧！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在您对面开店，我不该卖假酒，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凄厉的哭喊声引来了不少路人的侧目。保安队长见状脸色一沉，刚想拿出对讲机叫人把这个疯子强行架走，突然他耳机里传来一道低沉而清晰的指令：董事长说了，让你上去。谢谢大哥，谢谢董事长大恩大和。吴雄被推进了一部全透明的私人直达电梯，电梯门打开，陈景航推了推金丝眼镜，推开了大门。吴雄咽了口唾沫，小心翼翼地挪进办公室。这是一间足有200平米的巨型办公室，巨大的落地窗外，整个城市的繁华尽收眼底。董事长，
我知道我瞎了狗眼，在您的地盘上撒野，我现在已经倾家荡产了，银行天天逼着我还那200万，我连饭都吃不上了，求您给我一条活路吧，求求您！我知道商业街是您的，只要您发句话，让银行宽限我几年，求您给我一条活路吧！吴雄声泪俱下，把自己放到了最低的卑微姿态。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可怜，这位高高在上的大老板就会生出一丝怜悯。然而，宽大的老板已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过了足足有半分钟，一个平静清冷却让吴雄灵魂都在发抖的熟悉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响了起来。熊哥，这套手工地毯很贵的，你身上的泥水好像把它弄脏了。听到这个声音的一瞬间，吴雄仿佛被一道9天神雷当头劈中，浑身的血液在这一刻彻底凝固。他猛地抬起头，真皮老板也缓缓转了过来。好久不见了，吴公子。保时捷帕拉梅罗好开吗？胡浪，怎么会是你？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只是个连4块钱都要计较的穷鬼，你1个月工资才5000块，你怎么可能是暴富集团的董事长？我懂了，你一定是被哪个富婆包养了，对不对？你只是个挂名的傀儡，你这个吃软饭的家伙，你凭什么坐在那里审判我？极度的嫉妒和自尊心崩塌，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他甚至忘了自己是来求人的，挣扎着想要站起来扑向我，我连眉毛都没动一下。身后的2名保安立刻上前按住吴雄。我慢条斯理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早就准备好的复印件，那是省福彩中心最高级别 VIP 兑奖时开具的，盖着鲜红公章的兑奖回执单。我捏着那张纸的边缘，轻轻拍在桌上。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上面的名字和数字。忘了告诉你，开奖那天晚上，你在前面看电视直播的时候，我又照着你的号码买了50张一模一样的彩票。你为了那区500万，像条疯狗一样跟我撕破脸。而在你拿着那4块钱羞辱我的时候，我的口袋里揣着2亿5千万。不，这不可能！你一定是在骗我！在这一刻，吴雄他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在彩票店里不吵不闹，明白了为什么暴富地产会精准地买下他所在的商业街，明白了为什么那家顶级饭店会不惜血本打2折把他往死里整。原来从他为了独吞那500万，把4块钱硬币扔在我脚下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亲手为自己挖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坟墓。如果不贪心，如果不撕破脸，就算他只拿250万，以我们3年的交情，我手里握着2亿，随便弄一点资源给他，他这辈子也能真正的跨越阶层。但他亲手把一尊财神爷逼成了送他下地狱的死神，极度的悔恨和巨大的落差，让吴雄的大脑瞬间过载，他彻底疯了。胡浪，胡总，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你看在咱们合租3年的份上，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你手里有2亿啊，200万对你来说连根腿毛都不算。你帮我还了贷款吧。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的生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遵循了最基本的商业规则。开饭店是你自己要开的，贷款是你自己要借的，假酒是你自己要卖的。我从头到尾没有干过一件违法的事，所以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你咎由自取。不，你不能见死不救，我们是发小啊！你这么有钱，为什么不能拉兄弟一把？把他送下去吧。如果我没记错，楼下应该有催收人员在等他。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们可是正规的企业。放开我！我不下去！胡浪，你这个魔鬼，你会遭报应的！我站起身，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外面那场连下3天的大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楼下的广场上，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像蚂蚁一样渺小的黑影，被几个壮汉强行塞进一辆破旧的面包车里，随后消失在了车流中。没有激烈的枪战，没有血腥的复仇，只有商战的冷酷和契约精神下的绝对碾压。转过身，陈景航已经恭敬地站在门口。胡总，城北高新区的那个50亿并购案，对方的董事长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知道了。我理了西装的袖口，在这个世界里，属于吴雄的丑陋戏剧